我这有100块银元啊，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这是我以前开友谊町的时候，一个小伙子当钱花的。你看能不能在北京买3套豪宅？100块银元想在北京买豪宅，而且一买就是3套，你这口气可不小啊！我也瞅瞅。不是我口气大啊，是我这银元物超所值。哦，90几年的时候啊，那小伙子家在北京就买房子了啊，都是大头王。你得把那个王字去掉。我看你这全是冤大头，冤大头和大头王一字之差，那价格差别可是巨大呀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，你这些银元都是一眼大开门。90几年的时候虽然说都有假币了，但是你这些却不假。我看这都是常见的通货大头，在北京买3套豪宅你都不用想了。你这老板说话咋能绝对的？啊，不是我想在北京买豪宅呀。是那网上的专家说的，我这都是大头王，一个官员80万啊！一块80万的话，那100块价值就8000万。按8000万在北京确实能买房子，可网上专家给你报了这价有点可笑。刚才就说了，他用词有误，大头王指的是甘肃佳子，你这里边别说佳子了，目前为止我这一块甘肃都没看到。我跟你说，人家网上专家他不会忽悠人，人家给北京写字楼租的都房子，实力绝对高得很，绝对不可能骗我的。北京确实是寸土寸金的地方，租金肯定不便宜。咱们重点还是说你的银元，确实不是什么大头王，大头王指的是流通过的银元，而且是最贵的。所以那个甘肃佳子啊，当仁不让。既然是甘肃佳子，你虽然不懂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这上面一个字都没加。你也不用给我讲那些没用的专业知识，大不了我再放个几十年，反正都是10块8块收过来的。那你这成本价确实便宜。我们个人都知道，这个纯食量少了这个东西啊，越放越值钱。可是你这也得分啥的银元啊？网上现在有很多专家专门靠估高价来吸引眼球，尤其是你们这些似懂非懂的小白，最容易信以为真了。我绝对不是小白，如果我要是小白，咋可能千把块钱换回来这几千万的银元呢？你说，你给我多少吧？哎呀，我给你的价钱可能让你如梦初醒，只能说啊，你90几年建了一个大楼，那时候能拿银元去玩游戏的，要么不懂，要么就是年龄小。因为过去家里边有银元的很多，加上他也当时也不值啥钱。你要是现在的孩子拿出来一块，那父母肯定给你不愿意。这种冤大头最值钱的就是那个甘肃佳子，我们行内俗称大头王。由于它的发行量比较少，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有的呀也很少，找出来一块就相当于是大海捞针了。而你这100块大头王，这很不现实。因为我简单的给你过了一遍，这些都是普通年份。因为冤大头4个年份里边啊，最贵的只有8年，通过8年现在也就2000多块钱吧，相当于2块的普通大头的价格。状态你这都算是通过状态吧？现在市场价1000一块，100块大整张10万块钱。你这个估价真让我大开眼界！100块银元才给我10万对，太可笑了。这还没有人家北京的专家给我1块银元的多嘞。刚才我就说，真实的冤大头价钱，它就1000把块钱一个，你想卖80万一个不现实。你千万别相信网上专家给你乱报价，因为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。冤大头的纯银质量都数以亿计，好几亿枚，你想想价格也非常透明，你不信你可以多去实体店问问嘛。我咋不相信实体店呢？刚才我去了一个寄卖行啊，一个才给我600，瞎扯淡的价格呀！我走走走，600肯定是有点扯，但是人家开店也要挣钱，正好你这也没卖。这一家不靠谱，完全可以找另一家嘛。你不能因为一家实体店打翻所有实体店啊！你无论怎么着，对不对？这也不能乱相信网上那些专家，人家80万一个的价钱实在是太扯了，你千万别信以为真。好了别别说了，你这估价叫我气得肚子疼。你拿着再问问。哎，老板，你看这时候可亏大了。给咱买10块钱的咸鸭蛋，放1块破银元。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物真？真假没啥问题啊，这个是34年的北洋短尾，这里面一眼大开门，这有啥可吃亏的？10块钱的咸鸭蛋换1块龙阳，你这是赚大发了。你不知道内情。俺那他属于三高，压根就不能吃咸鸭蛋。结果他也没让我拾回来，
你看你真是会精打细算啊！10块钱最多也都买几个咸鸭蛋呗，你那没领过来，这能算吃啥亏的？这好歹那奶奶送给你一块北洋短尾龙嘞，你得将心比心啊！明知道奶奶有三高，你还给她买咸鸭蛋，那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看你这个姻缘啊，这可是一个途金班啊，状态确实不错。我也没感觉到哪里好。哦。他主要是主要对二奶不了解。哦。比我有钱。根本不在乎这点东西。我看出来，几个咸鸭蛋够我吃一顿了。你这是一个铁公鸡啊，一毛不拔。这晚辈孝敬长辈是应该的，你不能因为他家里有钱，你都有想法，本身你做的都不对。哎，明知道奶奶有三高，你永远给他买一些清淡的东西。再说了，总共花了10块钱，至于不至于？太至于了，这10块钱是我一个你的零花钱。哦。再看看这个破姻缘，上面黑不溜秋的，异味太重了，我嫌弃。我啥看出来了？你这是在家不只是妻管严，最重要的是不识货，不会算账。一个男人一个星期只给10块钱，你说这够干啥的？因为你对姻缘不太懂，你不要看他表面这黑不溜秋的，这是他的包浆，只要能卖钱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你说到这儿，我给你再抬杠了。银子多少钱一斤？好像才10几吧。这一点能换几块钱？几块钱你想的太简单了。银子再说还没10几块钱一斤呢啊！金银重量都是按克计算的。再说你这是清朝时期的龙样，现在来克的来说啊是无机文物了，根本就不按重量来计价，价值你都别给我抬杠了呗。我今天才真来真个的嘞。就我说的这块银元值不值100块钱？我现在给你表演，我把它吃了。银元跟你说根本就啃不动，哎，你嘴啃坏了，它就不值钱了。再说值100也好，银子10几块钱一斤也好，归根结底啊，还是你对银元不懂。通过这个纸面，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光绪元宝，这是北洋34年的短尾龙，从时间点上呢，距今已经100多年了。刚才我跟你说的是无机文物，因为它是过去清朝的流通货币，是允许我们个人买卖收藏的。至于现在一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，这是完全看它的纯质量和状态。就34年的北洋龙而言，长尾龙最多，而你这个是短尾，比常见的长尾龙要少很多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短尾。刚才我都说这个是途金版。状态的话，肉眼可见，这品相是未流通的品相，尤其是它龙鳞这一面，正儿八经的全身大，毫不夸张的说，这是用手摸上去啊，这都有它割手，整体状态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。我个人感觉啊，现在市场价给5、6千块钱还是有的。5、6千？对，不可能吧？现在都快90了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值钱的银元？我不太信。你看我给你估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。一般这些过去的龙样，大多数都是看状态和斑来定价的。恁奶这一块保存的确实比较好，它现在就是这个价。那品相不好的肯定便宜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币不同价。怪不得我堂兄隔三差五的都去看我奶奶。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啊！真见识了。不管咋说吧，俗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不管奶奶手里边有没有银元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一味的往钱上看。不给你银元，你该买东西也得买啊。更何况这给你银元了，你更应该常回去看看他，说不定未来还会有惊喜嘞。你说的对，我赶紧拿回去吧。对，我要好事给俺媳妇儿。对，给那媳妇儿好好的说说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